明明已经很努力，做的比谁还要多，但每天起床的第一个念头却是我好痛苦哦，我不想去上班。其实这个就是灵魂在敲门的声音了。很多人会以为觉察是要去学习什么很厉害的身心灵技巧、身心工具，但其实如果你可以开始去从你的觉得很痛苦的地方开始去感受的话，那个就是一道开启的大门咯。好的，这一集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我从行销公司的总监到决定转身创业的那个痛点。如果你也正在觉得不被信任，或者是无助、没有驱动力的感觉，那这一集我们要送你一把钥匙，那就是破圈的钥匙。Hello， 大家好，我是艾菲，陪伴大家一起回到自己的内在，对齐灵魂频率的引路人。嗨，我是小天，我相信灵性，但只谈落地。让我们一起把灵性变成生活上用得上的超能力。欢迎来到天外飞仙。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要创业，直到我从总机做到总监后，我觉得那个阶级的转换，可能开始到总监的位置会有一点点要面对很多的承上启下。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你有可能会很尽力的去完成每件事情，但是你会有他人的角度，它有可能是上面的角度，或是平行的角度，或者是底下的角度。你开始会假设你很在意那些声音，当上面可能会希望要求你再做更好，再做更好，那也有可能会给你一些挑战，还有机会点。它就会有一个，我当时的感受会很像是被挪移的感觉。就是要你一直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做那个。对，那我觉得可以让大家去感受一下，如果你每天本来我那时候的自己是工作12个小时，那有可能我会很愿意很早去，但是很晚离开。但是在那个当下，我的心情在后期的时候，我会有一个为什么我会有一种感觉，在挪动我位置的人，他好像只要一个决定，他就可以把你换到别的地方。就是在我那个当下的感觉，会有一种不舒服，或者是不被尊重。所以在回想那时候的自己会，的确我比他人看起来，我可能会有一个100万年薪的数字在我的户头里，但是我心里会觉得，我好像是一个稍微比较高级的零件，对，螺丝钉。对，但是那是我在做到承上启下的位置的时候，我有一个念头，就是它可能是一个持续比较久的时间，但是我突然感受到，我起床后，我会想叹息，然后连我自己都在跟自己说：“小天，我很不开心。”但是回顾那个时候，我可能那一年可能是当时的公司需要成长突破，但是可能要做很多新的事情，是吗？对，也有可能刚好有点忘了，就是可能也有遇到大环境需要去调整，所以我只记得印象中，我一年可能我被挪移在位置上面，我可能被挪移了3次。我当时的感觉是这样。那在那个过程中，我会觉得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对工作很有热忱，我也能够理解做自己喜欢的工作，你的心流状态是沉浸在那个工作里，所以我可以很早去上班，很晚离开，因为我会觉得那就是我热爱的事。可是当有人的问题、不同的因素开始产生的时候，对，那问题的本身就是我稍微回顾去看，其实我们面对的问题，它就会有技术层面的问题、系统型的问题跟认知层级的问题，它可能会是一起交错来。但我已经在我当时的能量状态里面，我有迷失方向，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去解这个问题的时候，那我最大的情绪感受就是非常不快乐，是那种一起床
坐在床上就会不想上班，就不知道今天要干嘛，你就是很迷惘哦，那种已经不是不想上班了，是对人生有一点迷路的感觉。对你就是这样下去会有意义吗？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是需要一把钥匙的。这个钥匙不，大家可能没有这么喜欢，它可能不甚美丽，因为这把钥匙它其实是某种困境，就是当你可能在看到困境、遇上困境、面对困境的时候，你才会开始问自己，你才会启动那个问自己的机制，这是不是我想要的？那我这边就很想问艾菲老师，就是那种我当时的自己是，我现在回头看，我会非常知道，我非常不喜欢那种不被信任的痛，或是那种感觉，是我自己现在回顾我所发生的事情，我会这么想。那我会有一个点是想要发问，是说所有东西是需要够痛，我才会有想要脱离这个不舒服，或是要转身离开这个环境，或是所谓的可能是一个舒适圈还是什么，反正会是大家都是从痛的过程去跨越出来嘛。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就是其实你也可以不要痛的学习，不要痛的成长，但是大家主动性通常没有那么高，因为痛了，它让你不舒服了，所以才会有那个推力去让你离开或是扩展你的舒适圈。但当你在舒适的环境，当你在习惯的环境的时候，你要刻意的跨出去那一步，其实除非你的内在动机要很强大吧，很自律。对啊，要很自律的人，所以大部分大家会觉得成长是因为遇到痛，是因为成长痛，对，是因为它有一个反差在，是因为它的推力足够大了，所以你才会意识到，哦，我可以去转身，我可以去调整，我可以去迈一下那个下一步。所以啊，当我决定从前一份工作离开，再到创业的时候，就如前面有讲到，我找到一个心态，就是要有勇敢心。所以当下我就因为这个不舒服感太大了，所以我就会觉得不要的最大，我就直接裸辞了。但是在这个裸辞的过程中，其实我得要让我们的读者们知道是，我当时是在我做的垂直领域的这件事情，我会想要离开一个有 logo 的品牌，我想要知道小天是谁，我不想要再站在一个巨人的肩膀。对，我只是想要证明，就像前一集有讲到，我想要知道我是不是特调一下我的方法，我就可以变得更好。所以我做了一个比较大胆的尝试，我就出来创业。那当这个觉察路径变的时候，我是怎么从这个过程中再到创业的这一路里面，我发现我有一些小心得，大概会有3个小技巧。那这个3个小技巧其实它是蛮重要的，可能我先大概讲，就是环境、教练跟老师。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所谓的环境是，对于我来说，其实环境它是决定很多事情最重要的一件事，就很像我们古老可能念书的时候，我们会听到孟母三迁，但是我其实以前不知道为什么要孟母三迁，或是爸妈会跟你讲，我已经忘了那是谁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想说，我就蛮喜欢黑色的，难道我不能一直接近黑色吗？可是你现在就是我，至于我会知道环境，它其实就是决定你可不可以成长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它可以是助力，也可以是阻力。对。那我认为就是，比如说这个环境，常常有人会说，你可能会想要很稳定，然后不离开自己的舒适圈。但是以前我都会在想说，我要怎么进去？因为我就觉得你没有很舒适，是不是？一直以来都不舒适。所以舒适圈是这个意思。舒适圈，我觉得比较像是，就是其实跳离舒适圈的前提是你知道你在的环境是你熟悉跟你习惯的领域。那我觉得很多人在讲的跳离，
比较像是它真的跟你会的东西有点背道而驰吗？就是让你去学习新的东西。对，只是我可能不会用跳离这2个字来讲嘛。对，因为我觉得很怪。对，我就会觉得我可能还是会比较希望用扩张你的舒适圈的这件事情。对，这就会回到，其实我对于环境这件事情，再到舒适圈这个过程，我自己的心法是，我对于我会的东西，或是我现在感受到的不舒服感，可是我怎么用我自己的方式去扩大这个舒适圈。所以回到环境本身来说，如果我周边都是一个上进心很强的人，很强的队友，那我觉得我在这里，我就算是一个小草，我也会开出花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它是至于我的生命里面，环境很重要，在环境中快乐舒服，可能也是我追求的一个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在我的技巧里面，当时要离开一个巨人肩膀上的小天，我就是对于环境没有办法。对，因为我就觉得我是可以全权负责，跟我想要主导这件事，所以我觉得那当时宇宙可能是在告诉我，我带着很恐惧的心情离开，从现在去回头看，那可能就是我的舒适圈，因为我要去变成一个创业的人，我并不知道要怎么做那些事，那可能就是扩大了我的舒适圈。没错。好，再来我们的第2点就是教练。那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教练其实他可能是你的朋友，但是在这个朋友的特质里面，他会多了一个可能性，就是当你有问题的时候，你在你的想法里面，你一直突破不了你的困境，对，那你跟这样的朋友，或是这样在专业领域里面他有一点 know how 的人，你去跟他分享，他往往都会让你知道说，那你接下来下一步怎么做？他会有点像是我觉得用一个比喻是说，你有2楼，你在2楼遇到的问题，你需要3楼的高度去解决。所以你说这个可能性，这个教练有可能是他的视野要比你更宽广一点的，对，多一些你没有看过的角度的。因为你认知是有问题的，在他们认知里面是没有问题。对，因为可能在他们那个阶层、那个 level 的人回头看这件事情，会觉得哦，他就是小菜一碟。对，那我开始知道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回头到当年我可能从总机做到总监的时候，我第一次被老板叫进去他25楼吧，我如果没记错还是20楼，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坐在11楼，他的办公室在25楼的位置有 view 的地方，然后我就被叫进去，然后他就跟我说话，我想说是要问我什么，很紧张，那时候可能就会有一种要开会，那我到底要表达什么？我到底是要讲我把团队用得很好呢，还是他要问我什么问题？对，那他叫进去，他只是很温柔的让我知道说，小天，你看我这个 view， 他跟我来聊一下他的 view， 他说25楼的 view， 对，他说25楼，你看我这边可以看到太阳起来，或是太阳下去，这样夕阳很美，然后那边有一个目标。可是当时我不太明白，因为我可能是从11楼上去，然后我跟他分享很多说，可是我在11楼的时候，我可能可以看到红绿灯的每一个人塞车啊，或是有街头有人在吵架啊。当时我觉得老板并没有在这个过程中去表达说我的表达是不好的。他没有去否定你讲你看到这些事情。对，但是当时我也觉得我是在表达说，我觉得你可以弯下腰来看看我们在加班或是什么之类的问题，因为我觉得这些问题是我在那个当下，我觉得它是我迫切，既然有机会可以跟老板面对面的时候，我会我很想表达的问题，想要解决的当下最想处理掉的事情。对，那多年后我自己出来做创业者的时候，我才发现其实那个
当时他那一个过程，他其实是有点像是在邀请你去看那个目标。可是当时我是没有 get 到的，所以这个故事或是这个对话，也许原本的老板他不一定会记得，但是在我的过往的回忆里面，他会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滋养我的养分，就是你在不同楼层去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就是我会用这个举例来说。那我觉得世界上其实问题是有蛮多，它有可能是有些问题它是发散性思维出现，衍生可能涉及到系统性的问题、认知型的问题，或者是太多问题，它不会只有从一个单点一线去解决。那最好的方式就是有教练型的朋友，他会引导的你，他可能不是就说，我告诉你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要怎么做，但是他会有一个支持你去看到那个可能性的角度。对，就是一个对你来说可能是相对新的观点、相对新的角度，然后也许是可以下一次可以尝试走走看的路径。对，好，那第三个技巧就是老师。为什么这样说呢？就像我遇到像艾菲老师一样，他可能在我人生里面稍微有点挫折的时候，他带我连接到西塔疗愈的力量。那其实我认为老师他是可以用比较有系统、有架构式的方法去协助你。不管你是要在你技术上，就是你工作领域需要的东西，还是像我现在学习，可能像我人生中现在很重要的是，因为老师这个东西，我会很想要去找到我人生中的老师，可能是一个上师或是什么，因为借由他们的系统，它会让我带领我去探索归因，帮助我自己去归因。那我为什么说这件事情这么重要？就拿一个举例好了，就是这些年我们不是都很流行短影片，然后短影片确实很吸睛，而且它也会满满的干货，满满的重点。现在影片不都说什么给你3个小技巧，然后里面会有满满的干货，不可以落掉哦，然后就什么3分钟、5分钟这样子。对，确实它帮助在我们很快速的要去理解其他领域的知识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它是帮助我们没错很大，就是可以咻咻咻，我就知道大概架构是这样。但是如果你对于这个东西你必须精进，其实它是需要一个系统的学习脉络。就像以前我们为什么要练，在学校里面会有老师嘛，就是你要练教科书啊，因为他会真的带你一步一步看那个章节。对，那它要循序渐进。对，那在这个章节里面，我刚才有讲到归因，就是你在学习，老师带着你，好，你听完了，你去做，重点是做嘛。对，做的时候就会有归因。对，因为我们在看短影片的时候，很长，就是很快速就滑。我也是很开心的，我也是觉得我有看了，收藏典藏起来。对，每个都收藏。但你真的有从收藏影片翻出来去执行的有哪些？对，所以我觉得教练跟老师不一样的点是，在我的认知里面，老师是会有一个系统，然后他带着你去执行之后，你会找到你的归因。没错，这个是对于我们在练习很多不一样的事情，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所以当你的认知提升了一个维度，那么你原本那些你觉得是困境的痛苦，它就会解决，就会像我现在可能就会利用这3个元素，它会回扣到我的过程，可能就是成长。可是因为这个成长，常常以前我会说我会有成长痛，但是其实现在对我来说，成长其实是蛮快乐的。那这个快乐的是过程啦。对，快乐的本质就是你看很多事情，你的心态跟心境是不一样。没错，就其实你会开始变成那个3楼的人，还记得吗？刚刚说2楼的问题是要寻求3楼的人一起帮你解决。那当你开始去看见每个问题，然后试着把这些资源、这些
技巧都放到你的生命当中的时候，你也可以开始去当那个3楼的人。而且我觉得这个会有一个好处在于说，常常我们想要得到我们的目标或是我们梦想，我们可能会稍微把那个目标看得很大很远，但是你没有落出中间的执行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遥不可及。所以其实我觉得老师的这个角色里面，他有系统，他有架构，他会慢慢帮你搭梯子。对对对，你就不会觉得说我连想都不敢想。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面对挑战，或者你获得了宇宙给你的礼物的时候，它会来自于你内心散发出来，你可以决定的。没错，所以当我们这个就是我们扩展了我们的舒适圈，对，所以我们也就是因为扩展了，所以有所成长了，然后我们就提升了我们的思维了。对，没错啦。就是当你具备了这些，从不同角度的支持，就是小天刚刚讲的嘛，他从环境里面，他从教练的角度、老师的角度，用不一样的方式去找到他的支持之后，他就开始变得勇敢了。当他勇敢不害怕了，他可以继续前进。勇敢这件事情不是不害怕，而是你即便害怕了，你还是要去，对，你还是去做、去执行、去尝试。所以你一开始的那个很委屈啊，就是有点怨天尤人，为什么都是我的错？为什么那些不公平？渐渐的会变成一个比较正向的能量，比较扩张的能量。那好的频率才会往你靠近。没错，就像我那一段时间我很常去法鼓山，因为那边会有一个圣严法师可以求签的，但他不用把杯，对，很多次，但是你就是心灵处方钱嘛。然后我就一直会记得圣严法师的，我忘了那是第几之前，但是他一句话我就会一直成为我的肯定句。当你感到智慧不足时，其实你的智慧已经在悄悄增长了。我就觉得这一句话也太有智慧了吧，真的很有，对，对吧？你就突然，对，原来是这样啊！你要有意识到，你才知道原来现在是在不足的时候。对，那我们这一集是很想要告诉大家，如果你现在也是那一个起床就不开心的自己的阶段，别怕。这是宇宙可能在提醒你，你值得拥有更好。那可以留言告诉我们，我愿意面对诚实的自己，让我们一起开启那扇门。没错，我们的频道愿景是科学的尽头是玄学，玄学的起点是觉察。感恩有你，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